林月哥，你干啥？大中午的拦我车，耽误乡亲们赚钱，你赔啊！许家年，你车上拉的什么？鸡料啊，还有一批低成本鸡苗。许家年，这批东西不能进村里的鸡舍。凭啥？合作社是你一个人开的，乡亲们买啥料还得你林月点头。你这料受潮了，还有霉味儿。现在是高温季，鸡舍一旦吃出问题，不是一家死几只，是一片鸡舍都保不住。哼，又来了，动不动就是高温季防疫封闭管理。林月哥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靠老一套管村里？各位叔伯婶娘，你们听我说，林月让你们买大厂颗粒料，1吨多少钱？3800。我们这套低成本方案850一吨，鸡苗也便宜一半，一只鸡养出来少说多赚10几块。多赚10几块？林月，一只鸡多赚10几块，1000只就是1万多。你让我们买那么贵的料，你这是在割我们的肉吗？翠萍婶儿，账不能只算买料的钱，正规料贵，是因为蛋白、霉菌、毒素、药残都要检测。这个季节鸡一掉蛋一拉稀，省下来的料钱全得赔进去。林月哥，你别一上来就吓唬人。我们做过测算，传统养殖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高，效率低。嘉年啊，便宜是便宜，可这味儿确实不太对。鸡吃了真没毛病？三叔，你还不信我们？我和子航刚毕业回来，就是想给村里做点事儿。这料是供应链直采，鸡爱吃，长肉快。你们跟着我们买，我保证让你们多赚钱。林月哥那套就是老养殖思路，啥都要消毒登记走流程。现在讲的是降本增效，养鸡是为了挣钱，不是天天伺候祖宗。没有厂家，没有批号，没有保质期，鸡苗也没有检疫证明。许家年，这些东西进了鸡舍，出了事谁负责？你问我负责？那我倒想问问你，你非逼大家买大厂料，厂家给你多少好处？大家看看，林月哥今年刚换的新皮卡，合作社统一采购大厂料，钱从谁手里过？大家心里没数吗？林月，子航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你那车到底咋买的？你让大家买贵料，总得说清楚吧？我的车有卖种鸡和鸡蛋订单流水，随时能查。现在先说车上的料和鸡苗。别转移话题，你会看检测报告不代表你懂新模式。咱们养鸡是养出来卖钱，不是让你拿几张纸吓唬人的。林月，你要真没拿好处，就让大家自己选，谁想买便宜料就买便宜料。好，想选可以，先把风险看完。三叔，你上个月是不是也买过一袋这种试用料？我拿样去县里测了，检测结果显示这料不合格，风险很高。啥叫霉菌毒素？霉菌毒素超标，鸡吃了会伤肝、掉蛋、拉稀，严重的会直接死。这个季节再混进没检疫的外来鸡苗，一传起来，全村鸡舍都得遭殃。几张纸能说明啥？林月哥，你拿老经验吓唬乡亲们，真当大家不会算账？我这料便宜，鸡吃得欢，长得快，这才是实打实的。你敢不敢把车上这批料当着大家的面送检？送检不要钱啊！等你检完，鸡都错过育肥期了。乡亲们，机会就这一次，想跟我们省钱发财的，今天就登记；想继续被林月牵着鼻子买天价料的，你们随便。这不是便宜料，是能让全村鸡舍大面积出问题的风险饲料。今天谁把它拉进鸡舍，后果自己承担。行啊，那咱就看看最后谁的鸡先死。叔伯婶娘们，想试的现在登记，项目第一批名额有限，我们先按户排，鸡苗、饲料、技术指导一条龙。周子航，别拿项目2个字唬人，饲料没标签，鸡苗没检疫，出了问题不是表格能兜住的。林月哥，你也别老把乡亲们当小孩，我们刚毕业，
可我们懂成本，懂供应链，也懂怎么把钱省下来。小航，我先定，我们家2000只鸡，1吨料便宜3000块，算下来能省不少。三叔，你家老鸡舍通风本来就差，你要真买这批料，至少先留量，别直接全换。林月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可今年料价这么高，蛋价又压着，我们也得活呀。省钱可以，拿全村鸡死去赌，不行。你看，又来了，大家想自己试试都不行。林月哥，你是合作社负责人，不是大家的老板。就是林月，小航这俩孩子刚毕业就给咱们村做贡献，你不想干，别拦着他们。行，你们要买我拦不住，但今天下午3点，合作社开会，谁还在合作社名下养鸡，必须把防疫规矩听完。今天只说一件事，接下来半个月气温连续超过35度，鸡群应激大，病来得快。从明天开始，合作社所有鸡舍执行封闭防疫。第一，外来车辆不能进鸡舍区；第二，外来鸡苗没有检疫证明，一律不准进合作社；第三，所有饲料必须留量，有厂家、批号、检测单；第四，每天记录采食量、死条数、产蛋率。封闭防疫又要花钱吧？消毒、换鞋、登记、控车，哪一样不要钱？这哪是养鸡，这是写作业呢。林月哥，林月哥，你这套适合大厂，不一定适合咱们村。乡亲们一户几百只、1-2千只鸡，你让他们天天贴表消毒流量，成本和时间谁出？成本我算过，按1000只鸡算，封闭防疫一户多花不到200块。真出病，一天死的都不止这个数。可我们也算过，用低成本料，一只鸡至少多赚12块，村里20户，一季下来多赚几十万。林月哥，你不能只盯风险，不看收益。收益要先有鸡活着才叫收益。鸡料进舍前留样，出了事儿能追源，不留样、不演绎、不隔离，等死鸡的时候谁都说不清。林月，你说来说去就是不让我们买便宜料，你是不是怕我们不走你那条采购路，你不好跟大厂交代？翠萍婶儿，大厂合同、报价、返利条款都在合作社账上，你要查，我现在就给你看。账可以做得好看，大家现在问的是，为什么你说贵的就安全，便宜的就一定有问题？因为我测过，林月哥，你测的是上个月那一袋，跟今天这批不一定一样。再说，咱不能因为一张报告就让全村放弃省钱机会吧？那就送检。今天这批料当着大家面封样，送县里，结果出来之前不准进鸡舍。你看，最后还是要进你的空舍，走你的流程，听你的安排。乡亲们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他不是不让你们养，他是要所有东西都过他的手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合作社成他一个人的了。我们自己家的鸡，难道我们自己还做不了主了吗？就是啊。林月，要不这样，想走你正规程程的跟你走，想试嘉年他们低成本料的就自己试，大家各养各的，行不行？我家是低成本料，鸡苗也要，出了事我们自己担。你们确定不用合作社统一料，不走封闭防疫，后面商超收购、保险理赔、病死鸡处理都不一定能算合作社责任？确定，我们不用你担。听见没有？乡亲们自己选的。林月哥，你就别挡路了。会开完了，开完了，他们没听。大半没听。
林月哥，真疯啊！你这鸡舍搞得跟实验室似的，成本这么高，到时候可别眼红我们赚钱。这次不是比谁赚得快，是比谁活得下来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们青山村新模式，低成本快周转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流程。你看，吃的多欢，林月就是吓唬人。岳哥，他们都说咱们成本高，说许家年那边鸡抢着吃。鸡抢着吃，不代表料没问题。发霉料加香味剂，鸡也会吃。你别光看别人，自家先别出错。今天开始后门也封，除了固定送料车，谁都不准进。大家看，鸡吃的多欢啊！大学生就是有办法。林月哥，别光封门啊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，谁让大家赚钱，大家就跟谁。林月哥，又要送检，你这不是养鸡，你这是搞论文。鸡死了，论文救不了，证据能。李月，你别让大伙知道是我们给你取样的。我只写地点，不写你们名字。三叔，你先别全换，一半旧料，一半新料，观察2天。嘉年说全换才见效，见效快，出事也快。林月哥，你是不是偷偷去三叔家取样了？是。你这是破坏我们项目。我是在给你们留一条解释得清的路。真出事儿，没有样品，你们连自己都救不了。大家看见没？第一天换料，计时正常，产蛋正常，低成本不是瞎说，是实打实能看见的效果。林月说的那么吓人，我家鸡不照样吃，蛋也没少一个。子航，第2批料还有名额没？我家也想试2袋。有，今天下午前签，明早第2批能到镇口。你干啥？我家蛋好好的，你别又说有问题。不是说坏，是提醒。蛋壳变浅，先计产蛋数和采食量。连续3天有变化，就不是小事儿。林月哥，你这就有点过了。鸡吃的多，蛋还在，你非要从蛋壳颜色上找毛病。翠萍婶儿，你既然要继续用，至少每天留1把料，写日期。是。真没事儿，这袋子也用不少。留这个有啥用？有事儿的时候，它能证明你吃的是哪批料；没事儿的时候，就当我白操心。翠萍，留就留呗，又不花钱。你要是不信我，就自己记，早上多少蛋，晚上多少蛋，少没少，一眼能看出来。行，我记，省得你天天说我不听劝。对，记就记，反正鸡蛋在筐里骗不了人。天太热了，少几个也正常。正常，换料第1天，鸡有点适应期，你别被林月吓住。婶儿，
你拿筐站料槽旁边，我拍一句第一天稳住了。行，第一天稳住了。没事儿，可能闷着了，婶儿先别往群里说。啊，我这段步伐重新拍。林月，你明早要是路过，就来我家看一眼，不是求你啊，就是那几只鸡有点蔫儿。比昨天少多少？那几只蔫鸡有没有再加重？没少多少，天热，鸡也不是铁打的。我昨天让你留样，是给今天留证据，你没留，今天说不清。林月哥，你别一大早吓人，高温掉蛋太正常了，我给婶拿点维生素拌料就行。可以补维生素，但新料先停。病弱鸡挑出来，别让人串鸡舍。你凭什么让停？凭什么让停？今天还有几户等着看效果呢。你是小看效果还是小看后果？你还要去哪儿？去三叔家，他没全换料，如果现在停还来得及。林月哥，你别一家一家吓唬人，翠萍婶这里还没定呢。正因为没定，才要趁没扩之前拦住。三叔，你昨天全换了吗？没敢全换，听你说一半旧料一半新料，我就掺着喂了。林月，翠萍家是不是出事儿了？还不能定，但同批次料先停，鸡笼别外借，鸡蛋先别往别家混。这料刚买回来，不喂就白扔了。白扔一袋料和白扔一棚鸡，你自己算。把冷藏箱腾出来，今晚把王翠萍家和李老三家的记录全贴出来，我要看时间线。行，我现在腾，要不要先给陈站长打电话？先别空口说，我要2户同批次、同时间、同症状的东西摆在一起，再打。王婶儿，你现在拍3样：蛋托、料槽、角落那几只蔫鸡，别挑好看的拍，原样拍。拍这个干啥？你别一会儿又说我没按你说的做。现在不是说谁对谁错，你拍清楚，明天真要送检，才知道从哪天开始变的。林月，我把新料扎起来了，旧料也分开了，还要干啥？把墙上那张产蛋数拍给我，再拍新料袋编号。还有，今晚别借鸡笼，别串门，谁来问都说等我通知。行，我马上拍。两家都不对，不够定，但够排时间线了。先把照片贴出来，我给陈站长报事实。陈站长，同批次散装料，2户鸡舍出现采食下降和咳鸣，王翠明家掉蛋明显，李老三家症状轻一点。我有留样和记录。明早我带人去取样，今晚先控流动，别让鸡蛋和工具串户。把陈站长的话写进群公告，不吵。发通知，明早取样，今晚所有试用户暂停串门。你们那边就好了。我没让人串门，鸡蛋也没卖，可鸡还是这样。现在能补多少算多少。陈站长来了，按流程取。看看也不行。现在不是看热闹，鞋底带出去的东西，可能就是下一户的麻烦。王翠萍家是不是出大事了？谁发的群？现在还没结果，别把事情说大。我就怕他们不知道。
我家鸡都站不稳了，你还怕我说大？婶儿，别当着这么多人说严重，结果没出之前，咱先按高温应急处理。昨天你也说高温，今天鸡都站不稳了。站不稳也不一定是料的问题，可能鸡舍通风。这张表上签名的都是同批饲料和鸡苗。陈站长今天先取3户样，结果没出之前，所有试用户暂停新料。暂停？第2批料已经在路上了。第2批料到哪儿了？手机。都去村委，现场说不清，就把登记表、物流单、取样单摊桌上说。你把第2批物流也带上，今天不说清，明早镇口谁都别签收。第1批还没说清，第2批又来了，你们俩到底想干啥？主任，第2批已经定了，现在退，运费、定金都没了。结果没出来，不能一刀切。结果没出来，所以更不能扩。你们要是硬歇，后面不是1户2户的问题。我现在出临时建议，第2批到镇口后先暂存，不得进鸡舍。正式报告出来前，谁私自卸，谁自己承担。货明早6点到，没人签收就收滞留费。明月哥，明天你要是真懒，村里所有断料的账都算你头上。账可以算，但料不能糊涂进村。明早6点，我和村主任在镇口等车。我也去。陈站长的临时建议发群，谁私自接料，谁自己负责。谁签收？我这车不可能一直停着，不能私自卸货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林月，别把事闹大，货先进仓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不是进仓，是暂存封样，不能进村，不能拆袋，不能分户。嘉年，王翠萍家还没稳，真卸进去，万一什么？现在退货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认栽了。那就别在这儿争输赢，手续齐不齐，让站里现场看。第1批检测结果没出来，第2批手续又不婉转，这车先暂存封样，不准卸进鸡舍。那滞留费谁出？你看，费用来了。林月，你拦的你出。谁订的货，谁负责说清来源。不是我让你们买无完整手续的料。嘉年，这上面咋连厂家名字都不全？你们供货商不是说手续齐吗？你们供货商不说手齐吗？检测单呢？我就拉货，别问我。别拍，不拍，后面谁说得清？我任务是干好啊！我来给我们调研品。走，快点停车，快，快！这段原片今晚要不要交给林月和村委？先回去，我得问清楚供货商到底有没有手续。你存这个干什么？真传出去，我们项目就完了。项目现在已经出问题了，原片是证据，不是丢人。你现在说证据，当初视频是谁剪的？是谁把林凤贤打上去的？嘉年，再硬撑，真要撑死人家饭碗了。许佳年，你给我出来！
你说一只鸡多赚10几块，现在我一只一只往外减，你给我算，这账咋算？婶儿，检测还没出，不能全说是料。你家鸡舍本来通风就，签字的时候你咋不说通风差？授权的时候你咋不说通风差？授权的时候你咋不说风险大？我明天找供货商，一定给大家说法。明天，我家鸡今晚还死。今晚别再冻料，死鸡先别乱扔，鸡蛋也别出门。明早我去你家，现场清点，谁的账都不能靠喊。先安排现场，死鸡按规定集中处理，料槽全部清空，病弱鸡单独隔离，鸡蛋先别卖，别往外送。这些料都是钱啊！现在不清，后面死的更多。你是想赔料钱，还是赔整棚鸡？幸亏我没全换料。你家也别松，今天开始工具分开，鸡笼别借，蛋先分批放。那我现在回去先干啥？我跟你一起去，先看你家有没有借来的笼子、混放的蛋，再决定还能不能稳住。这个笼子不能进，就借一下，装2只病鸡。你省一个笼子，可能把别人家的东西带进你鸡舍。你家现在症状轻，就是因为没全换料，别毁在这一步。我听你的，今天谁来借东西，我都不借。明早村委集中登记，先把市容户损失和风险分级列出来。明天我也得去村委。去，你家和全换家，一个全换料，一个半换料。明天这笔账得当着大家说清。我家昨天才死2只，今天就不能卖蛋了，这损失谁赔？结果没出钱，先控风险，鸡蛋暂存，不等于永远不能卖。我昨晚要是不拦鸡蛋，可能都送出去了。现在编号就是给后面恢复销售留路，没有编号谁也不敢收。人和账都在村委院子，你要说法就自己来。你们第一批料出问题了，第2批也被封存，检测单呢？厂家资质呢？别吓唬我，你们自己鸡舍管理差，跟料有什么关系？货卖出去不退。你当初说手续齐，聊天记录里我可没说包你们赚钱。年轻人，做生意别输不起。现在你还觉得是项目被林月破坏吗？走，躲不过去了。第一批料我没核清楚手续，第2批我也不该硬定。损失我会统计，能赔的我先赔。你拿啥赔？我家鸡还在死。这是供货商电话录音，还有镇口原片，我都留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卖料、订货、转账、聊天记录全都交出来。要追源，先把证据链接上。你要敢闹，我就说是你们自己掺坏的。明天我也来。他这是想把锅全扣你们头上。我签过售后确认，
如果他说我们自己掺坏，我说不清。能说清。第一批进村视频，王翠萍家流量；第二批镇口封存，供货商录音。现在缺的是出货单和商家仓库。我拍过第一天卸货，料带封口和司机都在画面里。原片别剪，备份3份，今天先交陈站长1份。证据这边我盯着，鸡蛋暂存谁去？我去村口，鸡蛋先稳住，后面才有恢复销售的路。鸡蛋不卖，明天资料钱从哪儿来？现在不编号，后面恢复销售也没人敢收。你想快卖，还是想能卖？先贴吧，我家昨晚没贴的那2箱，现在连自己都不敢吃。岳哥，商超那边肯定要问，咱怎么说？实话说，自家封闭批次和村里风险批次分开，村里这批等复检。今晚我回值班室接采购电话。林老板，村里出了风险，我们平台明天起暂停合作社同采，只考虑你自家封闭集邮的独立批次。岳哥，可以，自家批次独立，记录随货，村里其他户等复检。另外，年度合同本来月底评审，青山村如果想继续进名单，必须全村复检通过。明明是他们乱买料，凭啥拖上咱们？因为合同写的是青山村合作社，要保住它，就得把全村拉回来。那明天先干啥？先找村里，还是先找站里？先去县畜牧站拿出检口径。没有站里的话，村里一吵起来，谁都按自己想听的说。我跟你去。你守鸡舍，把自家批次记录补齐。我拿刘样去问清楚，回来再开村委会。这是初检，不是最终定责。村里先控流动，别用他在群里吵架。我明白，先救济，再追责。还有，防控只能由村委和站里组织，你配合，不要自己去封。我回去让村主任发通知。现在不许再说谁家的鸡一定有病，也不许乱传截图。按站里要求，试用户先分区管理。那我的损失呢？你昨天说赔，今天到底咋赔？我先把收的服务费和差价退出来，剩下的等追到供货商再算。等，我家鸡不等。赔付要算，但今天先清料、隔离、暂存鸡蛋。王婶儿，你家是重点户，下午我和陈站长去复查。行，下午你来，我开鸡舍门，许家年也得来，他不能只坐这儿说赔。我去，清料、隔离我都做。那个红桶是病区的，别往正常区拿。好，我重新消毒。这些料真不能再喂了。你已经用鸡试过了。我家鸡也不吃料了。你跟上，你拉进来的户，你得一家一家去看。
没记数，感觉还行。感觉不能赔钱，数字才行。今天开始，死逃、进食、产蛋，每天写。林月，能不能别写这么细？写了以后看着不收咋办？现在不写，后面更没人敢收。下一户是第3户，刚刚说要用外界鸡笼装病机。那先去第3户，病机怎么移，比今天写多少字更急。这笼子哪来的？外面借的不能进。你想把别人家的毛病带进来啊？我去装2只鸡。病弱鸡用本社工具，外来鸡笼先消毒隔离。今天省一步，明天可能多死一片。今晚还要排吗？今晚你先把所有签名户对一遍，明早交村委，漏一户，后面就多一户说不清。原片我按户名存，剪过的视频先不发了。我以为最多就是料差一点，鸡长慢一点，没想到我们把省钱拍得太好看了，没把风险拍进去。别让他们查到镇上仓库，大家都有好处。这是证据。这要交出去，我也完了。不交，村里才真完。我订货时只看了价格和承诺，没去仓库看过。现在补，镇上仓库、司机、出货单，一条条查。这事儿不能你们自己去闹，等陈站长来，按流程走。别回消息，别收钱。下午我带人去镇上仓库，你们只负责指认，不要碰现场东西。听见了？下午去仓库，你忍住手，也忍住脾气。这几袋料是谁存的？青山村第1批、第2批料是不是从这里发出去的？青山村，我不知道你们说哪批货。我就是从你们这条线订的料，司机定位也到过这儿，你现在说不知道？让陈站长问，你别替他补话。出入库记录、货主联系方式、昨晚装车记录拿出来。我就看门，货谁进谁出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拿登记本，没有登记本就按舞蹈长处理。剩下的先封存。昨晚拉走的是哪批？谁来拉的？我真不知道名字。昨晚来了辆车，拉走大半，说单子上家拿走了。哪个上家？电话给我。我没有电话，平时就是司机来，装完就走。现在别要电话，先把时间、车、剩下的料和这半张面单记下来。今晚把照片、封存单和你们的精村视频排成时间线，明天正式报告出来，村里要先稳住人，看着要结果。我回去整理，镇上这条线不断，村里那边也不能乱。证据到镇上就断了，他想用退钱堵我们嘴，可村民现在要的是赔，不是退我这点差价，所以不能私了。明天正式报告出来，先把村里责任和外部责任分开。追源还要继续。
明天村民要是逼我现在赔，我怎么说？能合多少赔多少，没合清的不许乱承诺。明少先去站里拿报告，再回村委按表说。正式说法是问题饲料，不是你们在群里喊的毒料，处理也要按这个口径来。我回去让村主任统一通知。村里现在最怕2件事儿，一是鸡救不回来，二是商超合同没了。所以通知里要同时写2件事儿：停用问题饲料，准备月底复检。我先回村委发通知，你把用词给我写清楚，别让群里越传越吓人。写问题饲料，别写毒料；写停用和复检，别写全村不能卖。通知一发，村民肯定到院子里问赔付。那你也马上回来，登记表要你来解释。不建议继续使用。你看见没？报告都出来了，我家鸡谁赔？供货商给我退了一笔钱，但备注写成项目退费，我没收，先冻结在账户里。谁知道你收没收？账户流水在这儿，村委可以看。赔付不是谁喊的凶谁多拿，谁有记录，谁说得清，谁隐瞒串门乱卖鸡蛋，后面也要承担。喂，岳哥，自家封闭批次装好了，商超催今天的记录，你回不回来确认？村主任，赔付登记你先收着，谁补材料让下午交。好。小海，别发车，我10分钟到。林老板，你自家封闭激活这批我们收，但青山村合作社年度合同月底前必须全村复检通过。自家批次不混合作社其他户，记录随货走。全村复检，我配合村委做。还有一点，网上有人说你们村用问题饲料，平台会看舆情，如果处理不清楚，年度合同直接取消。别人惹的祸，最后要你救全村，还要你保合同。合同保不住，村里今年都难过。先把鸡救下来，再把账算清。通知村主任，今晚开会，先止谣，再救场。这种标题传播最快，但也最伤人。这下完了，谁还敢收咱们鸡蛋？第一，村委发正式说明，只说检测结论和管控范围。第二，问题批次和自家封闭批次分开。第三，关闭辱骂评论，只保留事实复盘。我来道歉，解释项目问题。不要卖惨，不要甩锅，不要说没证据的话，只说你做错了什么，现在怎么配合。说完道歉，明早你来我家清灾区，别光在视频里认错。我去，明早我带消毒桶过去。病区的桶别拿错，你再拿错，我真拿扫把打你。知道，我先清病区料槽。昨晚太乱，没称，我血未称，今天开始补。血微琛比乱填强。
今天还差哪儿？白天先把王婶家稳住，晚上我回去看舆情说明和商超反馈，明早要追镇上出货线。你现在一边救急一边救合同，你现在一边还得救名声，扛得住吗？扛不住也得扛。青山村这个牌子砸了，我自家鸡舍也躲不开。镇上仓库的人说，出货单被上家拿走了，证据链断在这里，后面不好追。能从镇上饲料店补吗？他接过货，至少有车次和付款时间。可以试，但别自己去炒。明早我一起去。你还是先打给许嘉年，让他带转账记录。路上越乱，手里越要有东西。明早8点，镇上饲料店，带转账记录和第2批定金截图。青山村那2批料从你这里转的，我就是中转，货不是我的，年轻人自己要便宜，我还能拦？你当时说是厂家清仓，手续后补，口说无凭。那我就知道嘛，司机按老渠道走，店里都知道。去仓库，你说不知道，仓库降账总该知道。你最好现在就拿降账，别等我们一张一张对。这个日期就是我付第2批定金那天。残单只能做线索，不能当完整证据。车次能查司机，司机知道上家仓库。那司机早换车了，你们查不到。你这么清楚，说明你认识。今晚别再找店老板吵，回去对3样东西：原视频、转账时间、车次残单，对齐了，明早交村委。我回去就弄。喂，嘉年，你先把电脑打开，把原片导出来。这里司机说外线老仓，能听清吗？能，但我要把这段交出去，账号肯定完。之前的视频都是我剪的，网友会骂死我。你不交，村民会赔死。零风险，这段我可以剪掉，但剪掉就不是证据了。我当时为了流量，把风险都盖过去了。你现在知道了，我家鸡替你们知道的。项目是我拉的，料也是我定的，证据交上去，赔付我也认。先别急着说赔多少，原片、残单、转账记录，今天交陈站长。能不能追到外线上家，就看这一段。追上家是你们的事儿，我今天想知道，我家这几天怎么撑过去。下午去王婶家，他家先别富养，先把贷款压力、清设成本和停贷损失列出来。我骂你不是图痛快，我这鸡舍贷款还没还完，鸡死了，蛋停了，你一句创业失败，我一家咋办？婶儿，我之前只想着把项目做成，没想过你们输不起。王婶儿，你家不能急着富养，先空板、消毒、环境复合。许家年，你这几天跟着他家清舍，别只说赔。我来。
你来不是站旁边看。今晚料草你刷，死角你清，我在门口看着。行，今晚我刷。林月哥，我想借你的防疫记录模板。你是想补救，还是想证明不是你的错？以前2个都有，现在先补救。明早村委不谈情绪，谈复检倒计时。王婶儿，你带清社记录；许佳年，你带责任表。不是针对谁，合作社供货风险要按整体算。你们可以只报林月自家鸡舍，但年度价就没了。能不能宽几天？月底前，过期名单关闭。 10天内，问题户清舍复罚，正常户抽检通过，所有鸡蛋批次分开，谁混批，全村合同就没了。那我家今天先复核行不行？我不能一直空着。下午去你家，能不能富养，不看你急不急，看环境过不过。林月，我先少进一点行不行？空着一天，我心里就慌一天。不行，你家还没环境复核，鸡苗也没有完整检疫材料。又是不行，我家鸡都死成这样了，你还让我等？婶儿，先别急。你闭嘴！我就是听你们急着省钱，才成这样。你今天偷进苗，月底复检你家不过，青山村年度合同就取消。你不是只赌你自己，是赌全村。月哥，王婶今天都哭了，我知道，但她一急，全村更急。原片交了，陈站长说需要找到司机。供货商约我私下见面，说能给一笔钱，让我别追外线仓。去，但别一个人去，带证据，也带人。年轻人，项目失败很正常，拿着钱把事儿平了，别再追什么外线仓。村里死鸡停蛋复检，这点钱平不了。你别忘了，货是你签收的，真闹大，我们就说你们自己存坏掺坏，你那大学生创业名声还要不要？名声已经坏了，我现在只想把账说清。刚才你要是拿了，后面真说不清。要是你拿了，我差点拿，赔付缺口太大了，我真怕自己扛不住。扛不住也不能走错路。现在有录音，加上原片和残单，可以申请继续查司机和外线仓。村里也开始往回走了，傍晚开会，把证据链和复检2件事一起说清。这些证据还不能直接定了一家，但足够申请协查外线仓。村里这边复检也不能停，听见没有？一边追责一边复甲，谁在私下买料进苗混批，全村合同都要受影响。我今天差点偷进苗，李月拦住了，这个也登记，别到时候说不清。名号先给各户挂牌 ，A、B、C 分开，牌子贴上门，谁家什么状态，自己也看清楚。
凭啥老三家是 B， 我家就是 C？ 你家全换料，死亡数高，轻射或未复合，三叔家半换料，有连续记录，症状轻，不是我偏，是数据这样。翠萍，我家也是观察户，还没过呢。鸡舍分完了，料库也要分，你们俩跟小海去，把问题料封存区和合规料区分开，责任人写人名。我去。电子记录我来。好。这回别写项目名，写人名。写我。视频、电子记录我负责。贴完别走，今晚林月要给商超发复检清单，你们得把料库批次先录完。我录完发他。林老板，复检方案现在发我，只看你们自己分的 A、B、C 不够，我要看问题料怎么封，合规料怎么进，鸡蛋怎么分批。三色户户清单，料库封存照片，合规料批次，每日记录都在。我现在发你。方案可以，但你们自己准备好的现场我不能全信，要增加突击抽检。我们不会只看你们准备好的，月底前随机抽2户，1户不过，年度合同取消。可以，抽检前不通知户名，只通知村委。明少先去李老三家 ，B 类户最容易以为自己稳了，先查他有没有松。我就想着临时用一下，还没放进去。三叔，你现在是 B 类户，你这一步错了，抽检就可能掉到 C 类。那咋办？现在还来得及不？竹筐不用，病弱鸡用本社隔离箱，消毒记录补备注，写清楚错误和处理。这样发群里行吗？行。王翠萍家下午环境复查，我得赶过去。你们家今天别再临时借东西。不借，谁来都不借。就差1天，我都空成这样了，还不能进苗？差1天就是不合格，你今天进，抽检来了就是不过。婶儿，等1天，你家再出事儿，我也赔不起，你也扛不住。行，再等1天。这些小错都写，会不会让商超觉得我们不行？不写，抽检时被发现才叫不行；写了并处理叫可控。以前我们只拍好看的，现在不好看的也得留。明早我们提前通知各户准备吗？不通知户名。明早村口集合，谁被抽到，谁按平时记录走。李老三家。陈忠，按平时做，别临时改。这个外来竹筐为什么没入社？我想省事儿，差点拿进去，林月拦住了。我按他说的处理，写了备注。有处理照片，有时间，有责任人，这个算风险处理，
不算隐瞒。今天结果傍晚出，你们回合作社等，别提前在群里说通过。听见了，先别庆祝，等正式记录。好，哎，好。林月，我家明天能申请从 C 升 B 吗？明天环境复核通过，可以申请，但你要知道，升 B 后就可能被抽检。那就抽，我这次按规矩来。明早陈站长来复核环境，过了才能进苗，过不了继续等。我等，明早我自己开门。可以小规模复养，但第一批只能进3成，不许满卵。 3成就3成。检疫证明、运输消毒、隔离观察3样齐了再进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还有入社时间和责任人签字。下午车到村口先别谢，我先查证明。林月不到，谁也别开箱。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、运输车辆消毒证明、批次号，这个批次号是不是要拍？你拍，你自己存。以前卸鸡苗没这么麻烦，这次大窝绝对要我办法。以前我也没赔这么惨，等着。只卸3成，直接进预热区。今晚入社记录你自己写。许佳年只做协助人。我写。 漏一项，你当场骂我。现在能喂了吗？再等5分钟，先看状态，不急着投疗。12，咱这次不抢快。第2次突击抽检明早进行，抽检户现场公布。明早要是抽到我家，我就按今天这本给他们看，对吧？对，别补，别改，原样给他们看。 王翠萍家，抽就抽，该写的我都写了。你之前参与过问题饲料项目，现在还能参与复养？能参与，但只能按林月给的流程做，每一步都有王婶确认，有照片，有时间，有责任人。 你们这批我先记为有条件通过，接下来3天日报不能断。有条件通过不是赢，3天日报才是下一关。今晚我就交第1份，你们谁也别替我写。我只传照片和备注，不替你补记录。外线协查有线索了，司机承认去过一个临时加工点，但对方已经准备转移。你们手里的原片和转账记录，明早带来。我的鸡不能白死！明早去县里，年度合同要保，源头也要追。
原片里有你们当初夸口的话，交出去以后不能撤。不撤，剪过的视频我也会下架，留事实复盘。我这边所有款项也交，差价、退费、赔付缺口都在里面。村民损失登记还在持续，先按证据核算，不按情绪赔。协查组下午去外县临时加工点，你们可以跟着认包装和车望，但不许直播，不许自己冲进去。我只留内部材料，不发公开视频。先封存现场，人员和账将带回核查。这些东西就这么进了我们村儿。现在要做的是把链条说清，让赔付有路。村民都在问是不是抓到源头了，今晚要不要开会？开，但只说已确认事实，不说没定性的东西。我们回去后，把回执放进赔付材料第1页。今晚我把供货链时间线也拿出来。外县临时加工点已被依法封存，赔付和责任认定按程序走。封了又咋样？我那些鸡回不来了。鸡回不来，但账不能糊。明天开始，损失登记进入复查，谁有记录谁先核。幸亏我那几天没偷懒。当初让我们签字可没这么慢。那时候我只想快，现在快不了。损失分3类：直接损失、停卖损失、富养成本。王婶这边记录完整，先进入第1批核算。合规料车到村口了，商超最终审核前最后一批出货，要现场核对。我这边抽不开，让周子航按扫码流程做，李老三当领料户现场核，视频连线给我看。王婶这边我继续录，你订料库。以前我看价钱，现在我先看这个。以前我也先看卖点，现在先看证据。钱家 B 号输入错误，差1位，后面追源就断。我改。以后入完必须2次核对。今晚把出库表、纠错记录一起发我。明天昌超看的是你们怎么处理错误，不是看你们装没错。最终审核提前到后天，我们会看你们追责处理，也会看富养后的连续记录。也就是说，合同不是只看鸡活不活，还看问题处理清不清。对，我们不怕出过问题，怕问题说不清。明早开会不讲口号，先讲最终审核要看什么，再讲第1批赔付怎么核。后天审核不是为了证明谁厉害，是证明青山村出了问题，还能说清，能纠正，能负责。那赔付没下来，会不会影响合同？赔付可以走程序，但登记必须真实，谁虚报谁拖全村后腿。这部分先进入村委监管账户，后续该我承担的，我继续承担。下午预查，我要带啥？
日报原件、漏签说明、机苗证明、入社照片，少一样，今天就白查。这里协助人没签，他那天在，他就是忘了签。别补签，写情况说明，附当天照片和群消息。补个名不就行了？现在补就是造假，少一个签名可以解释，造假不能解释。你晚上别走，把那天原天和照片都找出来，证明人在场，但不能补签。明白？补证据，不补假字。以前我肯定直接补一个，觉得没人知道。现在知道了，没人知道不代表没问题。明早去站里拿说明。去。拿完直接去商超审核，这次不能缺一。这不是最终处罚决定，但足够支持村里先做责任划分和赔付追赔。今天下午商超最终审核，这份材料必须带上。我那段原片也会进材料吗？会，你保留原片是关键证据之一。走，下午商超最终审核，站里的说明、原片配份、漏签原件一样都不能落。我拿原件，今天不靠嘴解释，靠材料说话。为什么不补签？补了看起来更完整。因为那天真漏了，林月说漏了能说明补签就成假了。你们出了问题，但处理链条完整，最后还要看现场。料库、留样柜、鸡舍区都准备好了，你现场看哪里有问题，现场记。走吧，别乱窜，各站各家门口。这袋为什么没贴户名？这袋刚卸登记写了，标签还没贴，错在我们慢了一步，现在补贴，备注时间。明天上午给结果。明早是在合作社等邮件，还是我们去商超？等邮件。结果出来前，今晚不要在群里提前庆祝，也不要临时补材料。听见了？今晚谁都别动记录，明早办公室集合，看正式结果。青山村年度审核通过。附加条件：前3个月执行分级供货 ，A 级户优先 ，B 级户观察 ，C 级户不得混批。我家先 B 级，慢慢升。原则通过不是结束，上午别散，马上定分级供货。今天定不清，明天就可能混批。都坐回去。A 级、B 级、C 级怎么走？现场说。想拿 A 级价，就守 A 级规矩。B 级不是丢人，硬混批才会害人。我家按 B 级，等记录够了再升。谁要是拿我家的货去混 A 级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以后不是项目负责人，是基础记录员，
记录错了，你负责。我负责。方案先给你确认，今晚如果合同初稿发来，我逐条核违约条款。初稿晚上发，重点看混批、瞒报、违规进料3条。白天定的是怎么卖，晚上看的才是以后怎么守。这回他们算是真知道规矩不是你一个人的了。知道一次不难，难的是以后每次都照做。差价退费已经进监管账户，后续追缴款到账后，再按损失复核表分批处理。你欠的不是一句对不起，是这张表后面的钱和事儿。我知道，我会继续跟。签合同前，先签合作社申规，谁违规，谁退出对应批次，不能拖全村。我签 ，B 级就是 B 级，没升上去前不混 A 级。我也签。谁再想升手续，我先来。分级供货和抽检机制的细节，你们村这次能进名单，不是因为没出过事儿，是因为处理记录完整。后面一旦瞒报，直接终止。抽检可以随机，记录随货走，等级不混批，我们接受。我发个喜报。先发合同复印件和今晚开会通知，让大家来看分级责任，不懂的现场问。行，晚上合作社说明合同，许家田留下讲基础条款。那我家要是想升 A 级，得咋做？连续记录、抽检通过，无违规进料，少一样都不行。明早村委和第一批赔付材料，王翠萍家先来，带原件，不带情绪。要是当初少贪那点便宜，这些都不用算。现在算清，是为了以后少赔。王婶儿，你这批材料完整，先走第一批。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不怪你。合规料车到了，料库那边等你。我不过去了，李老三当领料户，周子阳录入，小海2次合。王婶儿，你路过料库也帮我盯一句，先手续，后卸料。这句我会说。都正规料了，还疯啥样？正规也得留。你怕麻烦，就别进合作社批次。三叔，你现在比林月哥还严。我赔不起第2回。出库表、6样照片，2次核对都发你了，你不用过来，我们按流程入库。好，你们自己签责任，你们自己签责任人，我只核特表。你爷爷那时候没报告，也知道不能乱。到你这代，经验得变成证据。以后培训第1页就放这张。蔡
亥时正常，死桃零，产蛋恢复。料样已封，赔付材料第一批已提交，今日记录已备份。这才像个合作社。不是我一个人守了。大哥大姐，我这料便宜，今天订今天送。厂家批号、检测单、营业执照，先拿出来。你们村现在买料都这么麻烦？不是麻烦，是规矩，没有手续，车不用往里开。老哥，您看，以前我肯定先问多少钱，现在先问手续就对了。那车还在村口等呢。按流程回复，不骂人，不曝光，内部留档。下午我把这次审核过程做成流程图，贴公告栏，不放人脸，不放车牌，贴流程不贴热闹，以后外来料都按这个走。你现在比林月还啰嗦。啰嗦保命。明早带 B 级批次原件日报市收箱码，对吧？你自己按流程核一遍，别临时改，别想升 A 级。我按 B 级走。B 级恢复批次，记录完整，可以实收，量先小一点。小一点也行，能重新卖出去就行。先稳3周，再申请升级。我不抢快了。下午你们合作社会，不妨把这张也带回去。恢复批次怎么做出来的，比哭损失更有用。我带。死记账在前，恢复账在后，下午一起说清。后面追偿款不到线咋办？到账多少，按核这表走多少，我自己该承担的部分也按表进。赔付走程序，供货走规矩，2条线都不能乱。群里有户温度报警，问林月要不要过去。别慌，先查电箱、风扇和温控探头，拍照片发群。要是跳闸，再按备用电流程接电，记录别断。我晚点去看，先让他们自己按流程处理。这回连跳个闸都有人盯着了。这才叫放心。他以前可说不出这话。等他真稳1年，再让他教新人。今天拍示范村宣传片，先拍流程，不拍口号。口号容易，流程难。你看这个，别光拍我们熟练，
把他问错排号那段也剪进去。新来的得知道错在哪儿。这次不剪掉错的。年度分红会要开始了，翠萍，你拿记录本进去吧。这回不是报损失单，是报分红表。这本我留着呢，后来谁嫌麻烦，我就给他看。别扔，让后来的人看看贪便宜是咋赔的。旧账不是为了翻谁的错，是为了记住规矩。外村来了几车人，说想看看咱们怎么做流程。这回别先带他们看鸡舍，先看规矩。走，带他们去门口那块旧牌子先说。林哥，标准化养鸡最重要的是设备吗？设备重要，技术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别心存侥幸。养鸡赚的不是侥幸钱，省掉规矩的钱，最后都会赔在鸡舍里。